为什么有些中国人在被羞辱时还能有荣耀感？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如果继续沉迷于传统，拒绝现代，就可能像印第安人一样走向衰亡？而体罚、奴性、崇古的习气会带来的最大危险是什么？是贫穷？是落后？在今天的读书章节中，博洋先生用美国印第安人的王族之见和我们社会中对体罚习以为常的奴性，用以提醒我们，如果不能主动革新，接受现代文明的利刃，而是把羞愧当荣耀，把传统包袱当宝贝，中华民族的结局将不会太好。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最大的阴间，中华民族有5000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多嘴，既令再多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5000年来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地拦腰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血枯而死。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颤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需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且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离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200-300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地增加到10亿。别说10亿了，10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地增加到3-4亿吧，第一件事，你敢给我打赌不？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基山区，在那里深雪目镜，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了。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占着茅坑不拉屎，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一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军变，只要不妨碍白人安宁，你们即使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白人对规划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无有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她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2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了，一脸不高兴，跟他身旁的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座位上，骚到我身上来了。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二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
反而回骂起来。后几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起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行，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顽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奇蠢如猪；其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岂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印第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还要凶猛100倍。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蔚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博洋先生没有资格做深入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马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600年后今天的成品跟600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禁老泪纵横，似乎看到阴风四起，黑云渐布，日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到来的巨大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1000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乔书亚书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3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了。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不禁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重古重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具顾避，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凡是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可以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你不动心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悲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藏冈底斯山上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身不由主地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喘气，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说，以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在可怕的核子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啊，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质量，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摘自踩了他的尾巴，把羞愧当荣耀。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91%的教习、85%的家长及80%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
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次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博洋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宇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做适当的干活。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先生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他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他的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伯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伯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叮当。伯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闸，大名叮当的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伯老曰，这得做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伯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伯老曰，在该响叮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1068年的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区人物吕惠先生好像谁踩了他的尾巴似的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分。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1910年代，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含义又进了一层。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脚、阉割男人，还有体罚，都已经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他所做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20世纪80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为奇，有吕惠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批。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形，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1板子是爱心，10板子、100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3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实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
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来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肉扭曲、目剧烈，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代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象力恐怕全部丧失。至少有 29% 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手。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人，介绍去赌场当保镖。博洋先生没有力量反对 91%、85%以及 80%， 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博洋先生对侯阳明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10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约，我就是打了，10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应该更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10年后见。然而，这并不是博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率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负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20世纪的10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既令政府出面帮助，有些人仍难以自拔，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经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摘自踩了他的尾巴。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谢谢，再见。